揽雀尾虽然这个动作名称是一个，但是呢，这里面呢包含太极拳里面的4种手法，这里面有捧、捋、挤、按。大家都知道，太极拳里面有捧、捋、挤、按、踩、掠、肘、靠、进、退、固、判、定，也叫太极13式。那么这里面一下就包含了4种捧、捋、挤、按4种手法。那么看着呢是一个动作，但其实里面有4种手法，所以不简单。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的完整的正面演练。倒卷弓接左揽雀尾，右手左手抱球在身体的右侧，上手与胸同高，下手与腹同高，左脚收着右脚内侧脚前掌点地，眼睛通过右手向外侧方向看出，沉左髋，出左步，向前蓬臂，左手高度与肩同高，右手在自己右胯根的斜前方，转腰往正前方的左前15度转腰，同时左手内旋，右手外旋，左手手腕与肩同高，右手在自己左小臂内侧斜下方，重心还在左腿。这时候重心后移，右脚踝关节放松，提顶竖向，左腿松沉蹬地，转腰带臂往自己的右后方45度方向，右手高度大概与肩同高，手腕手指大概与脸同高，左手收着右手大臂内侧，转正，身体转正后，右手同时接自己左臂内侧，重心由后腿过渡到前腿，形成挤，力点大于自己的小臂前侧，两掌同时翻转，重心后移，两手按掌，由胸前按到腹前，走一下弧形，再走腹前按到胸前，重心过渡到前腿，形成左弓步。第4个倒卷弓做完以后，我们要做左揽雀尾。那么这个时候重心在右腿呢，我们还要继续沉实右腿，所以右手打开，左手同时松腕，形成右抱球，收脚。右抱球的时候，右手臂成圆，左手跟右手上下斜相对，右手与胸同高，左手与腹同高，同时虚腋。好，沉左胯根，转向左转，左脚向左外侧出步，左手向前，由下向前向上捧起。这是揽雀尾里面的捧。捧跟野马分鬃不同，野马分鬃是一个分掌动作，这时候容易混淆。我们是个捧，由下向前向上捧，力达自己小臂的前侧。好，继续向正前方的左前15度，两手同时旋臂，一个内旋，一个外旋。然后这个时候做个捋，
捋的动作就好像我的手臂在里面，它按为反关节，向他自己的右后方45方这样捋出去。好，捋出去以后，右手手腕与肩同高，左手在自己右大臂的内侧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左腿放松沉宽，转正，重心还是留在自己后腿上呢。这时候再向前挤，右手搭自己左臂内侧往前挤出去，力大小臂前侧，后腿蹬地，然后舒展两臂展开，重心后移的时候有一个往回引带，然后往下沉按，再往前按，力达掌根，背往后一靠，这揽雀尾做完收势。好，我们转正做一下。好，一，稳住重心，沉实到右腿抱球；二，转体出步，分掌，左手一定是捧紧，力达小臂的前侧。好，转腰带臂，正前方的左前15度。捋，这是捧捋举按的捋的手法，向右后方，留住重心走，转正搭手，由后向前挤，也是力达小臂前侧，展开双臂，走回引住对方，手上要有引住对方的意识，往下，再往前按，形成按掌。捧捋挤按4种手法在揽雀尾当中。好，收势。左揽雀尾我们做的时候呢，容易出现错误的毛病。首先，一，抱球，看打开手，收脚抱球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容易出现夹腋的现象，这时候手臂应该撑开，手臂这个虚腋沉肩坠肘，手臂呈圆弧。右手也是容易高这个动作，右手一定要低一点，手臂呢夹得过紧，外撑一点，手臂自己也是一个圆弧，撑开，跟自己身体的方向离远一点，不要离得太近，离远一点，手臂一定要撑成圆弧形，下手臂也是一样，撑成圆弧形。那么它撑成圆弧形是跟自己后背后撑紧合在一起的，也就是你手臂往外撑的紧和你后背往后撑紧形成一个对拉紧，不要这个松软的没有意识的，一定有一个动作非常饱满，撑成圆弧形。那么现在我们重心到右腿了，容易出现右胯外凸。对，大家看，比如把它表演服稍微收紧一点，右胯就形成外凸。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把胯根收进去，把力全部集中在我们支撑腿上，支撑腿上感觉很热，很火辣辣的热，很累就对了啊。好，在这基础上，我们一定要沉左胯根儿，哎，一定提膝，提膝不提胯，哎，往外出步，捧手。这个时候重心我们容易抢肩抢背，就是身体往前扑得很，身体有一个倾斜了。我们这时候要求是落胯，哎，把胯根落下去，把身体保持自然中正。那么手臂也是一样，那么手臂在做的时候呢，容易出现野马分鬃的动作，这是就跟野马分鬃的手型发生这个变化，手法也是就混了啊。我们这个是什么呢？它是由下向前向上捧起来，捧起来以后呢，这个力呢是在整个的这小臂的前侧，你看很有弹性，因为它有外撑紧，跟它的后背的撑紧合在一起了，气沉丹田。那么这时候后背如果没有撑紧，一塌这就空了啊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外撑紧。对称紧啊，那么它这对称紧还有和自己下手也是一样，下手要有往下松按的这种劲力啊。那么这时候外撑紧，往正前方的左前15度旋转转出去，对，转出去以后，这是肘臂一定注意不要直，一定是沉肩坠肘，哎，肩肘要松沉，后手也是一定要虚腋
啊。这时候左胯也容易出现歪斜，这时候我们一会儿正方向再说。好，捋的时候右胯也是注意脸一定不要凸胯，然后前腿呢不要过直过僵，前腿膝盖还有微有弯曲，胯根松沉。这时候手臂也是容易过高，记住不要太高，微微松沉一点，肘关节不要超过自己肩的高度。好，转正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？身体啊没有留住重心，直接就前扑了。这时候一定要右腿虽然很酸很累，但是我们还要把重心稍微留住，然后给右腿一个松沉然后蹬展的这个时间，松沉蹬展这个力达到自己小臂前侧，走往前，对，往前挤出来，力达自己小臂前侧来，背还是跟手臂有一个分撑的这个劲，动作非常的饱满。这时候再把两手展开，往回引带，对，好像我的手劲在这儿，你往回，对，往回引带，引我的手往回，然后往下沉按提顶，顶不丢，对，顶不丢。这时候再往前按，按的时候要力大掌根，后腿的蹬紧通过腰的传导能够到达掌根上来。好，收。我们再加正面的抱球。这时候我们刚才说右胯注意不要外凸，外凸右胯，好。2初步的时候注意不要在一条线上，我们做一下一条线上，对，初步看我们前后脚在一条线上了，这时候我们就形成走钢丝，自己都不稳了。为什么？你在一条线上这样晃动啊，所以我们初步的时候一定是一面转一面往左外侧出步，对。捧手的时候，好，这时候左胯不要外凸，左胯松沉，好，转，走提顶，脸臀，往右后方45度方向，好，转正，留住重心，向前挤，注意这时候还是左胯不要外凸，凸着一个左胯，对，身体出现歪斜就会倾斜倾倒，所以左胯一定收进去。好，展，后脚注意不要来回拧转，走，后脚稳住，翘脚尖，好，按住，稳住，收。揽雀尾动作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一个是注意胯根不要外凸，也就是说我们在抱球以后初步的时候，注意胯根这个地方不要外凸，一定是松沉下来，把两胯根松沉到平的状态，不要一高一低。再有呢，我们在做这个抱球的时候，右脚不要来回的拧动过大，它右脚呢在做倒卷弓做完是45度到60度之间，直接抱球就好，不要把右脚拧得过大以后初步，你看就这么开胯。从侧面看，大家看我初步以后又在一条线上，然后就形成一个膝盖弓过这个脚尖的这个位置，然后右胯跟合不下来，右胯跟开胯这个动作形成这种动作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右脚脚尖的这个方向，抱球以后初步一定把右胯跟松沉下来。
那么这个怎么松沉呢？我们从这儿一定是提膝部提胯，左脚要往左外侧方向，也就是你转后的胸向方向的左外侧方向出步，两脚尖横向有一定宽度，这时候右胯根就可以松沉下来了。这是一个。还有我们的捧这个手臂不要过高，超过自己肩高了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肘关节就没有往外这个松沉的这个意识了。这个时候一定要低于自己肩关节、肘关节，肘关节低于肩关节，它往外膨的这种意识就比较足。所以呢，大家在做的时候，动作一定是饱满的，后背的撑紧和手臂的前膨劲和右手往下沉按劲要合在一起。我们这时候再是转腰，用腰去带动手臂去走，腰动手动，腰不动手不动。所以不要用手臂去走，大家看，这是手臂去走。我们走的过程中一定是用腰带动手臂去走，这时候所有动作都是用腰带动去走的。那么往回捋的时候，胯根不要使劲，这个胯根不要使，胯根一定是松沉的，腿的蹬筋过渡到自己手臂上来，要用前腿的蹬筋通过腰的传导到手臂上来。所以大家做的时候千万不要顶胯根，胯根一定是松沉的。大手挤完了以后，这个两手要有一个往回引的这个意识，所以两手不是空的，两手有人松松的、空空的，不要，两手一定要有一个松沉沉肩，这手力呢要到达自己手臂上去，有往回引的意识，然后再有往下松沉按的意识，这种意识一定要贯穿到自己四肢当中。那么我们前脚呢容易出现脚尖有时候不上翘，比如说第一个捋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有的人上翘了，第一个捋的时候不上翘，然后大手挤完了以后，重心后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脚尖才上翘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也要注意。那么揽雀尾动作，左揽雀尾动作我们就教学到这里。